王一博的热度有时真的是无法用正常的方式去理解。同样一个党媒央视的香港回归25周年，直接点赞党媒央视的有71万之多。然而呢，神奇小子王一博只不过转发而已，居然稀松平常的收获了139万的点赞量，居然就彼此相差了1倍之多，比伪光正还高大上。这就是Shin Wan我在本频道里经常提到的王一博现象了。所谓800营销号这么争先恐后的刷王一博的流量，不就明晃晃看上了这个神奇小子背后的神奇力量吗？影响力这东西在中国既是一个好东西，也是一个坏东西，就看你怎么去聪明的使用了。这不，王一博的摩托姐姐们又开始喧嚣起来了，因为这就是街舞，貌似有些黑影攒动，明晃晃的，又是热度惹的祸。万传家是幸福到万家当中那个万家集团的总经理万书记的宝贝儿子，人们肯定都以为他会是一个纨绔子弟，但是呢，他在公司的表现确实还说得过去，只是在生活当中的这个万传家却是个欺善怕恶的小恶霸人设。从预告片当中，大家都知道死要面子不肯吃亏的他还是和幸福对簿公堂的，这种恶霸人设让不少人情绪激动。然而呢，他的扮演者曹征Shin Wan我已经聊过了，他的演技得到了一致的肯定，即便人设是个万人恨，但演员的表现的确很出彩。据称，为了达到最好的效果，在拍摄结婚现场的当天，曹征就早早的开始喝酒了，为的就是要达到那种醉醺醺的感觉。这样的感觉也让他在表演侵犯和幸运时拿捏的恰到好处。这种成功串起观众情绪，引爆观众愤怒的猥琐代入感，说白了，跟演员曹征的形象反差对比强烈。这种强反差的成功塑造，恰恰说明了郑晓龙老导演的慧眼识英雄。而赵丽颖所饰演的和幸福，其实呢，也不是个完美而简单的讨巧设定。敢想敢做、脾气暴躁的他，逆商很强，智商待考，情商很弱，直来直去的雷管设定背后藏着更多单调曲线，并不讨巧的人设突破。古偶出身的赵丽颖注定不是农妇和幸福的最佳人选，因为赵丽颖超高热度的背后是美丽、可人、完美、长情的化身，这些都不是现实题材土渣人设的加分项来的，甚至还是减分项来的。对比Shin Wan我之前提到的那些幸福到万家里面出没的老戏骨，个个堪称可丑可美、可潮可土的过来人。所以在2016年的第28届金鹰节颁奖典礼上，作为颁奖嘉宾的鬼聪明赵丽颖为郑晓龙颁发了最佳导演奖的时候，还专程喊话郑导说自己拍摄金婚时自己太小了，什么都不懂，错过了跟导演交流的机会，现在长大了，希望将来能够跟导演再合作。这话的背后明晃晃就是严重的自知之明了。顶流人生不进则退，人生热度真的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在人生热度尚且高光的时候，华丽转身、弯道转型，注定是智慧人生的2度开启。于是乎，2020年结婚生孩子的赵丽颖刚复出没多久，就有网友拍到她和郑晓龙吃饭餐具，说双方有合作的可能。这话题Shin Wan我也专门开篇过，欢迎您自行回顾更多的梗。随后，他们的合作就敲定了，赵丽颖将出演郑晓龙的新剧《幸福到万家》。而距离两人第一次合作已经整整过去了14年。而和金婚中的小配角不同，幸福到万家里赵丽颖是绝对的主角，而且还是一个极具挑战的角色，扮演一个土到尘埃的大咧咧的农村妇女。这个人设彻底打破了赵丽颖形象光环，热度刚需。因此，这样一个角色对于当下赵丽颖的演艺生涯来说，是一个很大的180度的人设转变。也就是说，虽然幸福到万家依旧是一部大女主作品，但和赵丽颖之前的角色相比，和幸福这个角色很不一样。不像以往作品当中那些光鲜亮丽或者可爱动人的形象，和幸福是一个见识不多、文化不高、火气很大、性格刚烈的实打实的农村妇女来的。就首播的剧集来看，赵丽颖倒是接住了和幸福这个角色，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接地气又倔强的农村妇女形象。剧中赵丽颖从妆发到穿着都很朴实，再加上她出生于农村，所以类似做饭、干活等一言一行都充满了浓浓的农村生活气息。这跟洋气、
洋气兼洋气的各种甜宠暖心、励志人版、软妹形象，反差超级明显，简直就是水花之美与火花之别了。最主要的是，赵丽颖演活了角色所需的一种岁月打磨、土气演化的刚需精气神出来。为了适应时代的变迁，幸福到万家剧组也对原作进行了大幅度的改编。剧中故事的背景变了，昔日的秋菊变成了如今的和幸福，但唯独人物身上泼辣和执拗的个性没有变。这些细节的表述，深万我也深度涉及到了，欢迎您自行回顾了。比如说，在自己的婚礼上，当听到自己妹妹喊救命的声音时，和幸福眼火直冒，不顾一切、不计后果的一脚就踹开了房门，看见欺负自己妹妹的人，直接就抄起板凳砸了上去。赵丽颖这简单一踹一砸的连续动作，让吃瓜客们瞬间就爽呆了，也充分展现出了和幸福身上那种女性的刚烈勇敢，一出场就夹枪带棒的把人物的形象给立住了。在妹妹遭到猥亵后，婆婆一家人一起下跪向党棍书记道歉求情，这态度让何幸福吃了苍蝇。于是乎，何幸福拧着性子是要为妹妹讨一个说法。这里面的情绪表达其实不容易，因为细节很多，赵丽颖的表情很能说明问题。她和丈夫来到书记家，先是向书记为打对方儿子的事情道歉，紧接着她要求书记的儿子向自己妹妹道歉，因为他的行为对妹妹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于是乎，这个过程，赵丽颖从表情到台词都很好的把控住了人物不卑不亢和凡事都得讲个理的坚定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执拗坚韧和一心只为说法公道的人物形象，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立马就会忽略了那些完全扔掉颜值包袱的赵丽颖留下的坑。就像老导演郑晓龙说的，在诸多演员里面，他觉得赵丽颖是最合适的，因为她身上有那种倔强感，无人能比，这是赵氏的原生态优势。此外，您猜得出这个彻底扔掉颜值框框、形象包袱、天然热度的赵丽颖又是如何掀起开局大好、热剧热爆的热度局面的吗？说白了，就是导演精心铺排的热点冲突和赵丽颖眼神杀的超杀带感，让该剧一开场就进入高潮了。认死理、暴脾气的赵丽颖，从恶俗婚闹到讲理要说法，牛气哄哄，永不服输，让一开始的2集就牢牢抓住了所有吃瓜观众的不舍眼球了。对于一部作品来说，除了制作班底和演员的表演外，最重要的就是这种气场和冲撞了。而幸福到万家可谓是开场即高潮，一上来就是2个矛盾冲突。剧集刚开始的时候是女主和幸福的婚礼，可是本该高兴的婚礼上却出现了令人愤怒的事情。女主妹妹和幸运引起了书记儿子万传家的注意，于是以万家庄闹婚的习俗，带着手下把女孩堵进了屋里。这场婚闹说白了，其实就是打着闹婚的名义进行猥亵。于是乎，女主的丈夫和她弟弟看着和幸运被欺负干着急，而和幸福听到妹妹的求救声后，一脚踹开大门，抄起凳子就给万传家脑袋开了瓢，救下了受到惊吓的妹妹。一连串的动作干净利落，拉风带感。如果说闹婚已经让很多观众感觉不适了，那接下来大家对闹婚事情的看法直接让人血压升高。何幸福在想了很久之后，还是认为自己要讨个说法，于是去找了万书记，先向对方就打伤万传家的事情道歉，然后要求对方给他妹妹道歉。可惜他得到的不是对方的道歉，而是认为和幸福不守规矩，于是坚持要个理的和幸福和整个万家庄杠上了。可以说，幸福到万家剧情节奏发展很快，一开场就是单刀直入的矛盾冲突，直接把戏剧张力拉满，看得人十分过瘾。同时呢，恶俗婚闹和讲理要说法这2个情节，也引出了这部剧的主题：成长和变化。从首集我们就可以看出，虽然万家庄是一个很富裕的村，但是在思想上却极度落后。女主婚礼上除了婚闹习俗外，最让人难忘的其实就是百姓对刘威饰演的村书记万善堂卑微的态度。所以与其说万善堂是村领导，不如说是土皇上、村霸更恰当一些。而女主的到来算是彻底打破了这种表面上的平衡局面。面对大家的服从和幸福，凭借自己的执拗劲和万书记说理，
最终在女主成为新时代农村女性的同时，也让万家庄焕发了新活力。正是因为这些精彩的看点，《幸福到万家》首播就成为双台收视第一，第二天热度攀升，继续成为收视冠军，全网还拿下217个热搜。第三天依旧是双台的收视第一。目前该剧开播已经来到第4天了，还顺带着傲娇超过了赫赫有名的刘老根3、山海情，拿下了农村题材剧集的热度冠军。所以视角永恒359度的Shin Wan，我只想说，热度和流量利用得当就是宝藏。相反的，热度和流量被人觊觎或会受伤。为什么Shin Wan我会这么说呢？因为王一博的头痛又被有心人拿来搞震了。众所周知，低调的王一博的曝光率真的越来越少了，而且宣发方面也比较安静。王一博陆续拍摄了多部的电影，接下来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观众保持适当的距离。作为一个合格的电影人，是需要给观众留下更多角色相关的印象的，而并非演员的本身，这很重要。一直以来，鬼聪明的王一博在这个问题上处理的都很好。这段时间里面，王一博的发展非常稳定，没有太大的波澜。新的电影正在准备中，热点综艺《这就是街舞》也在同步中。然而呢，王一博的宣发官博却一度闹哄到几乎沦陷了，评论区一致的翻车，粉丝们的集体诉求就是在评论区喊话告黑。因为前一段时间关于王一博是否参加新一季的《这就是街舞》的节目争议很大，悬念很多。Shin Wan我也专题聊过了。要知道，王一博的流量和热度是公认的，所以这一次即使王一博不参加，节目也会制造一些王之声势出来提前预热一下节目的。而且广大等瓜吃瓜的死忠粉丝们都也习惯了这一类的操作，毕竟王一博的热度是有目共睹的，你刷就刷呗，你溜就溜呗。结果随后相关的录制那场曝光后，大家乐见王一博再次活蹦乱跳的出场了，这也就意味着王一博会继续参加节目。尤其是大家看到了4位队长的同框图片，分别是王一博、韩庚、李承铉、刘雨欣。其中刘雨欣作为节目有史以来第1位女队长，大家的关注度难免会更高一些。但是有一些所谓的粉丝奇怪的言论，开始制造出王一博和刘雨欣两家的矛盾出来。大部分粉丝其实都是了解这个背后流程的，因为太熟悉了，所以也不愿意去介意这个事情。然而呢，随着很多披着粉丝名号的黑粉一直都在从中搞事，风向作梗，所以迅速导致两家的问题愈演愈烈了。于是乎，王一博的铁杆粉丝忍无可忍，终于要在宣发官博下面喊话告黑了。这操作是不是很熟悉，甚至耳熟能详呢？佛系是把双刃剑，因为佛系就代表着机会。王一博一段时间以来一直都很忙碌，大家也都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宣发还是要有所作为的，各个方面的问题都需要照顾到的，尤其是王一博的声誉问题是需要时刻关注的。就像Shin Wan我口干舌燥的团队的口水词，这届的粉丝们更多的质疑都是官博的工作，在不是很忙碌的情况下，居然都不能很好的维护好王一博的形象。而且这一次粉丝们再次合力整理好了一些黑粉的账号，已经送到评论区下面了。能够看出大家真的是很担心王一博，毕竟接下来王一博有多部作品要和大家见面，而且这一段时间王一博的曝光率已经非常低了，几乎是让黑粉没有任何机会了。王一博参加这次《这就是街舞》，全程也都注意低调，毫无破绽。很少参加其他综艺节目的王一博，之所以会选择年联这档节目，主要还是因为不变的热烈与热爱。如果王一博老是被无端制造出不安静、不干净的话题，的确会让粉丝们非常伤心。这一次王一博被黑，可以说是飞来横祸了。估计王一博本人的心情不仅复杂，而且还格外的焦头烂额了，因为妖孽不灭，随时代谢。总之，任何横祸飞来之时，都需要Shin Wan我的老话继续打桩彼此的信心了。愿念念不忘，愿爱必回响了。